太子表哥被下药后，和府里的一个姑娘睡了。嫌疑人有2个，一个是我三姐，一个是五姐。他们都争着说是自己和表哥有了肌肤之亲。表哥看向我，七妹，你觉得呢？我目光如炬地绕着三姐和五姐走了一圈，严肃地说，我觉得应该是厨房的胖大叔，因为那天他也去了听雨阁。众人。晚上，端方雅正的表哥出现在我的闺房，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凑近我低声道，既然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我们来回忆一下。救命，我不想和他回忆，他是个会杀人的变态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表哥是当朝太子，身份尊贵，来我们这里查案。案子查完了，他就来府里小住，结果他被人下药了，还和人睡了一觉，然后他大张旗鼓要把睡了他的人给找出来，我都震惊了。京城来的就是不一样，我们这小地方要是和人不明不白睡了，都藏着掖着，生怕被人知道了。太子表哥是生怕别人不知道。说实话，他不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值钱吧？东宫的侍妾没有10个，也有8个。他还有太子妃，太子妃还是我们大姐姐，还有2个侧妃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也就是根烂黄瓜。前来自首的有2个人，一个是我三姐，我们俩一个爹，她是嫡母生的，我娘是妾。一个是我五姐，五姐是大伯的女儿。嫡母看到三姐站出来的时候，差点气晕过去。我也恨铁不成钢地瞪着三姐，睡了她有什么好骄傲的吗？三姐神气的好像已经入主东宫，成了太子妃一样。别说已经有太子妃了，就是没有，这婚前无媒苟合也要被人耻笑啊！真不知道他们图啥。三姐说她昨晚给太子表哥送了碗汤就离开了，但走到半路回去，想问问太子表哥汤好喝不。三姐呜呜哭泣，结果我回去，太子表哥就化身为狼，呜呜。他说着从手帕那里偷看太子表哥，哭得也太假了些。三姐哇一声，我不想活了。我爹怒道，行了，老五，你说。五姐弱柳扶风，我是去关心表哥冷不冷，想给他做一身衣服，结果听雨阁没下人在，有点奇怪，我怕表哥出事，就进去看了一眼。他神色担忧，仿佛还身临其境。只见表哥面红耳赤，浑身像煮熟的虾。我听说男子中了那药，要是不那个，会影响一辈子，所以我也不想活了。2人都是口供，没有留下证据。太子表哥说他神志不清，不记得是谁了。我们一阵沉默。祖母开口说话，要不把3丫头和5丫头一起收了？皇后本来也说要在家里再挑几个姑娘送去东宫，原因无他。大姐姐和太子表哥成亲3年，只生了一个女儿，据说她生产时伤了身子，这辈子都难有身孕。小道消息，听说是宫斗，就是别人怕她生儿子，就害了大姐姐。皇后自然不愿意看着自己娘家不行，就要挑人，不过还没挑好。但太子表哥拒绝，他说外祖母、父皇已经忌惮谢家，如今再添谢家2个嫡女，不妥。气氛一时僵持下来，我偷偷打了个哈欠。突然，太子表哥道：“七妹，你觉得呢？”众人看向我，三姐立刻道：“是啊，七妹，你不是写过画本子，还赚了不少银子吗？快给我们推理一下。”我是写过画本子，但我犹豫道：“我的画本子里都有尸体，尸体会说话，但这里没有尸体呀。我的画本子名字就叫《尸体会说话》。”吴姐道：“你把我们仨当成尸体不就得了？你的尸体会说话，我们活人不会说话还是咋的？”大伯居然也道：“小七，快，你分析分析。”大伯是我的书迷，我只能故作高深地摸着下巴，然后严肃地围着三姐和五姐转了一圈。本来还想去围着太子表哥转一圈的，但迫于对方的压力，我没敢过去。沉思了半天，我说：“其实还有一个嫌疑人。”众人一惊。大伯拍板：“看，小七就是聪明，快说是谁？”我沉声道：“是厨房的胖大叔。昨晚，胖大叔也去了太子表哥的听雨阁。
众人，我爹，你退下吧。我点头，深沉道，这事有些棘手。太子表哥道，七妹要不再想想。我抬头看他，他的目光像是要穿透我。我立马别开视线，严肃道，那我再思考一下。我看着三姐和五姐，你们说说太子表哥身上的印记，说对了，肯定就是了。我让他们分别写在纸上，结果两人都不去。三姐说，我当时只害怕的哭，什么也没瞧见。五姐，当时太害羞了，我也没敢瞧。太子表哥道，有道理，那姑娘身上肯定还残留着痕迹，让人验身便知。嫡母道，姑娘家要是不明不白被验身，那像什么样子？殿下，不若这是从长计议为好。其他长辈也这么说。我松了口气，我可不想别人看，太屈辱了。案子陷入了僵局，大家各自回房了。回了我的院子，我赶紧拿膏药去屋里把自己身上的淤青给涂了下，又立刻躺下补觉。下午还要去给徐延清送衣服呢。天气越来越冷，他在书院读书可不能受寒。我努力想着徐延清，然后把昨晚的事给忘掉，但我又不可避免地想，要是时间能够倒流，我绝对不会再去听雨阁。可惜时间不能倒流，午饭没吃，直接睡了过去。下午我带着丫鬟，拿着给徐延清做的2身棉衣、2件长服，乘马车去书院。在角门那里时，却遇到了太子表哥。我们行礼，他微笑着说，在家里不必多礼。七妹这是去哪里？我恭敬道，回殿下，去书院，臣女的未婚夫在书院读书，臣女给他送些衣物。他点头，一起吧，正好姑也要去书院看看。我看了看他豪华的马车，想拒绝，他却已经上去了。孤男寡女的马车里，我坐边边，他在上手。他开口，七妹觉得谁嫌疑最大？我头皮发麻，他是金子做的吗？和姑娘睡一觉，他不亏吧？他非要找人出来干嘛？我只能故作沉思，问殿下当时可记得详细情况？那女子有何特征？太子表哥道，姑觉得那姑娘的身形和你很像。我哈哈一笑，府里姑娘都这个身形，没有10个，也有8个。他沉吟开口，那姑娘说话声音也像你。我头皮发麻，你不是不清醒吗？你还能和她说话啊？我也不是完全不清醒。殿下，您说您何必呢？当成个春梦不就好了？你这样为啥呀？他道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姑睡过的女人都是姑的人。我微笑，您高兴就好。他也笑，是啊，希望有些人不要敬酒不吃罚酒。我感觉背脊凉飕飕的。到了书院，他被众星捧月，我则去找徐延清。徐延清爹娘早死，他靠给人放牛挣口饭吃，画画特别好，被一个老先生看中，收入当弟子。后来卖画赚钱读书，我和他是知己。最开始我们是书四老板请来做春红图的，我写画本子，他在旁边配图。这种事真是令人羞耻。那时候我囊中羞涩，我娘阅历不高，我也是，但我虚荣，我就想穿金戴银，我想有很多钱，于是我就写画本子。刚开始没人要，后来书四老板让我写那种写得好，他给我500两银子。500两能买珍宝阁那套我看中很久的首饰，我立刻就答应了。然后我和徐延清就爱上了彼此。我们虽然相识的有些淫荡，但是很纯情。他会记得我的生辰，给我准备一条湖的灯笼，让我去许愿。而那天我正因为连我娘也忘了我的生辰而伤心。我娘只记得我弟弟的所有日子，她会摸着我被打了的脸，说以后她疼我，她会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我想要却买不起的珠宝，她愿意把自己的画卖给羞辱过她的公子哥，然后买了送我。我也会给她做衣服做鞋子。在她被别人羞辱是个穷小子时，我站出来说我愿意嫁给他。我们俩都发誓要把日子过好，让那些看不起我们或者不在意我们的人后悔。见到徐延清，我还是忍不住先哭了。他忙问我怎么了，我抽抽噎噎说我被人欺负了。他大惊，要带我去报官。
我告诉了他是太子殿下中了药欺负了我。我哭着说，你要是嫌弃我了，咱俩的婚事就取消。这婚事来的也不容易，是他求了书院院长做的媒。他脸上怒气未消散，我怎么会怪罪你？你才是受害者。太子真是寡廉鲜耻，玷污了女子清白，还有脸大张旗鼓寻人，真是不要脸至极。我们依偎在一起，知道也就只能背地里骂了，明面上甚至还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说希望能早点嫁给你，只要成亲了，就算婚后过得不好和离了，我也有一定的自由了，不会像在家做姑娘时总有人要让我嫁出去。我还存了许多银子，以后会过得很好。徐延清还愿意娶我，令我放心了些。晚上洗漱完，丫鬟吹灭了灯，关上门出去了。我算着要和徐延清成婚的日子，在府里我还是个姑娘，束手束脚的。等成婚了，徐延清又那么支持我，我想到时候把话本子继续写起来，还要买些铺子做生意。他到时候要去京城，我也跟着去。我憧憬着未来的好日子，突然帘子被人拉开，我吓一跳，火光突然亮起，太子表哥俊美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突然想到，难道三姐和五姐是为了这张脸吗？我惊道，殿下，你来做什么？他慢条斯理坐在我床榻边，抹撒着我手上的扳指。七妹忘了昨晚的事，姑来帮你回忆回忆。我慌忙坐起来，在那一瞬间我想了很多，他来或许并不想放过我。去年去京城，大姐姐就问过我要不要进东宫，笑死！我当时立刻就拒绝了，谁想去做妾啊？我娘就是妾，主母吃饭，她站在旁边伺候。对外我叫她姨娘，她唤我小姐，出入不得自由，最多在府里逛逛。她在我小的时候就开始疯狂宝贝我弟弟，我弟弟就是她的希望。我弟弟磕了碰了，他惊恐地觉得他的人生都结束了，因为弟弟将来能给他养老，能避免他成为一个无宠的、被人欺负的老妾。我从小到大就发誓，我要做正妻，绝对不做妾。我要离开谢家，自己当家做主，我要赚很多钱，我要自由自在。我其实不是昨晚去的听雨阁，我是下午去的，有点晚，淡天没黑。我听下人说太子表哥病了，府里几位小姐去探望他，他高兴，一人都赏了一套头面。我很爱那些东西，我想着也去打个秋风，太子的赏赐必定不俗。结果到处都没人，我进去就发现太子浑身红彤彤的，我还有点失望，他这样子快死了，还能赏赐我东西吗？然后我去弄醒他，结果就被他拽床上去了。那屋里还点了催情香，药效特别猛，我都懵了。等到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认了这事，就是进东宫，去做个妾，天天讨好一个男人，和一群女人分一个男人，然后和一群女人斗。我不想过那种生活，我也怕斗不过，所以我没认。但现在情况有变，不是我想不想认的问题了，而是太子他不打算放过我。看来他是有点喜欢我的美貌吧，被一个位高权重者看上了，反抗会死得很惨，尤其等他腻了我以后。所以在起身的瞬间，我想了很多，我切断了我之前对于人生所有的规划和幻想，我要重新计划。现在要紧的是先讨好太子表哥。我勾住他脖子，笑嘻嘻道，哼，就是考验你还记不记得人家吗？他也笑了，笑我的识趣。他抱住我，然后亲我，当然记得。姑以为你不想进东宫，我面上担忧，我之前是害怕，听说大姐姐就是被人害得不能再生。大姐姐是谢家的嫡女，都护不住自己，何况我只是个庶出。她安慰我，别怕，我会护着你。她把头埋在我的脖颈那里，然后闻了闻，又亲了亲，七妹，你好香啊。我故意露出那种勾人的踹息声，勾得她意乱情迷起来。我为了写春宫画本子，研究过几十本春宫图，还研究过吟诗艳曲，各种小黄文。虽然没有实际操作过，但是懂得都懂。我和徐延清还去过青楼，偷摸观察过别人。太子被我迷住了，
还欲仙欲死。我没有不情愿的感觉，我只是为我之后的人生担忧，为不能和徐延清在一起遗憾。我对徐延清有爱情，但在我的小命面前，爱情、自由、尊严都不值得一提。我要活下去，活得好，才能有其他东西。第二日，我主动去找祖母承认了和太子表哥在一起的是我，然后直接跟着他去了京城，就是一个妾。我没和徐延清留下只言片语，一起艰难讨过生活的他，一定会懂我的选择和无奈。在路上，我充分展现了一个祸国妖妃应该有的轻浮和放荡，天天勾着太子表哥上床。我想过了，想要在东宫生存下去，没有太子的宠爱不可能，只有他宠爱我，我才能有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不然随便哪个宫女太监都能欺负我，但我只有他的宠爱也不行。他会变心，他忙，没工夫搭理后院的争斗，麻烦他次数多了，他会不耐烦，所以我得讨好主母，就是大姐姐。我和大姐姐是最好的利益联盟，这也是谢家和皇后希望的。我的品阶是正七品，昭训。我和另外几个昭训一起住在一个院子，每人一个房间，还没我在谢家住得好。我去给大姐姐太子妃请安，非常恭敬地跪地上。太子妃很亲切，亲切中透露着防备和不满。她让我好好在宫里住着，伺候好太子，要我安分守己，以后有我的好日子过。我确实安分守己。我对外的形象是个空有美貌的木头美人，任何人讽刺我，我都唯唯诺诺，一脸害怕的样子，说话也结结巴巴的，别人想当我是敌人都没办法。不过太子的宠爱太甚，他经常来我屋里，估计没见过我这种小妖精。我很快就被诊断出怀孕，因为在早上请安时，我控制不住的呕吐了，一众女人的脸色都很难看。太子妃很高兴，因为说好了，我生了儿子，报给他养。这就是妾，因为怀孕，所以我升位分了。现在是正五品，成灰。已经到了冬天，早上出门时，我必经的那条路被人泼了油。怀孕的我鼻子特别灵，我正不知道该怎么装一波呢，我立刻就在油附近摔倒了。我痛呼：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太医来把脉。太子妃冲我使了个眼色，我明白了，我和他早就商量好，要是有人害我，将计就计，直接说我流产了。我假装流产了，太子为了安抚我，又升我做了良缘，正四品。东宫流传说我宠爱很甚，3个月升2级。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院子，还有了自己的小厨房，不用和大家一起吃厨房送的饭菜。不过我对外宣称养身子，然后就闭门不出，大家也都理解，觉得一个女人没了孩子，失魂落魄一段时间正常。太子表哥很现实，我没怀孕时，经常来和我颠鸾倒凤。我怀孕了，派人送了东西来，人影子都没一个。他就是看中了我的美貌和我的风骚，我得趁他还来我这里时，多要东西，多生孩子，多进位分。在宫里就是这样。正好我闭门不出期间，太子又出远门了。我在太子妃的保护下，成功怀孕6个月。太子回来了，他又带回来一个女人。我站在东宫门口，和众多女人一起迎接他，看着他对新来的妹妹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，和之前我来时一模一样。我也和其他人一样，翻了个白眼。太子看到我们，显然有些陌生，他都快忘记我们是谁了吧。当他看到我的肚子时，吓了一跳，你不是流产了吗？他眉头蹙起，怀疑我给他戴绿帽子。太子妃忙道，妹妹怀的应该是双胞胎，留了一个，还剩一个。我赶紧点头，露出羞涩又爱慕他的笑来。他这才脸色好看些，然后让我们各自回院子去，带着他的新欢走了。说实话，不失落是不可能的，毕竟当初有此特殊对待的是我，而我现在竟然成了吃醋的那一行列的人。失落完，我就开始憎恨太子。要不是他玷污了我的清白，又非要带我回东宫，我何至于为了个男人失魂落魄？要不是他花心滥情，
我又怎么会和一群女人争夺一个男人？他可以左拥右抱，而我只能和一群女人分他，还要为了他面对各种危险和陷害，吃东西走路都要小心又小心。我心里极度不平衡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谁叫我是下位者呢？我只能打碎牙齿往心里咽，拼命告诉自己，好好把孩子生下来才是正经事。我怀孕期间，太子一次也没来看过我。冬天来临时，我生下了个儿子。太子之前有2子3女，我生的儿子排行老3，小名叫智奴，直接送到了大姐姐院子里养。他是嫡子，我很舍不得，但我知道必须忍耐。送去太子妃那里，他有嫡出的身份，对他是好事。而且我没得选，这次我没生位分，因为再生就是梁帝。梁帝的位置只有2个，满员了。等我恢复了身体，能伺候了，太子才来我房里。我心里恨死他，却还要笑脸相迎，一脸感动。好消息是大家不再针对我，而是去针对他的新欢。他的新欢已经流产2次，他又换了新的人宠。等我侍寝，他又经常来我院里。他说我知情识趣，比那些端着的大家闺秀有趣很多。可不是吗？专门请青楼老鸨教过的，知道他好这一口。这次我控制了怀孕时间，养了半年的身体。这期间还是有新人入东宫，而太子遇到了自己的真爱。为了他的真爱，他不再去别的女人的屋子，这可把大家给愁坏了。还有好些人没孩子呢，我也有点愁，感觉生了一个孩子不够保险。但他不来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开始专心给儿子做衣服鞋子。虽然他送到太子妃那里养，但太子妃也不会让我们母子不见面。如此青灯古佛过了半年，太子的真爱落水死了，肯定是被人害死的。至于谁害死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但陈良娣很快也病死了，不得不让人怀疑陈良娣就是害死太子真爱的罪魁祸首。太子抱着他真爱的尸体颓废了3天，关在屋里1个月。2个月后，他又恢复了正常去后院的日子。这次他来我这里，我没避孕，我也想再生一个。我再次怀孕，晋升为了良娣，再也没有位置可以生了。毕竟太子妃还没死呢。进东宫3年，我已经掌握了这里的生存之道，并且如鱼得水。我渴望升上去，拿到更多的阅历，更多的赏赐，还有更多的权利。权力养人。我怀孕半年时，太子登基，太子妃成为皇后，而我成为了贤妃。皇上说喜欢看我顶着贤的名头，做些继子才会的奇淫巧技。宫里的女人更多了，选秀进来的，别人送的，皇上自己看中的，大家斗得不可开交。我则再次关闭了宫门，安心养胎。有人死了，有人生了，有人流产了，有人疯了。我再次生下了一个儿子，这次我自己养在身边，我也成了贵妃。这几年皇上也有孩子出生，都是女儿居多。我生的儿子排老5，小名叫金刚奴。时间转眼一晃而过，我已经入宫10年。3皇子智奴已经9岁，5皇子金刚奴已经6岁。在皇后的坚持下，智奴被立为了太子。皇上的身体也亏空的厉害，他偶尔也来我这里。我记得刚开始他还能坚持半个时辰，现在他只有1盏茶的功夫，有时候根本就不行。这还是我床上功夫了得的情况下，我已经不敢想象宫里其他姐妹守着怎样的活寡。我也没再怀上过。这些年我也捞到了不少好东西，可以说荣华富贵，尊贵无比了。但冬天时，皇上的一场风寒要了他年轻的生命，我才知道我的荣华富贵还没有到尽头。我的儿子太子智奴登基了，虽然他只有9岁，但他天资聪颖，在朝臣中也很有贤名。我和皇后都成了太后，皇后被尊为了仁圣皇太后，我被尊为了慈圣皇太后。我才27岁，智奴太小。顾命大臣有4个，2宫太后垂帘听政，我学着处理政事。智奴和我也很是亲近，
他从小每衣服我都是亲自给他缝，给他绣，亲自送他跟前，看着他穿了，然后夸他好看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他幼时，我跟着木匠学习给他做玩具，反正除了伺候皇上，也没别的事做。他拥有的第一只木马、第一个风筝、第一个陀螺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要么就是和木匠一起做的给他。当初我怀金刚奴时，智奴还偷偷哭了。我去见他，他闭门不出来。刚开始我不知道具体原因，后来去了3次，每次他都不见我，我才意识到他或许生气了。我在他院外每次等他1个时辰，已经是我怀着身子等他的极限了。我怕等太久，身体出问题。我等他的第2次，他撅着小嘴出来了，气鼓鼓但眼泪汪汪的样子，看得我心疼极了。我拉着他到无人的地方，抱着他坐在凳子上，轻声哄他：智奴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惹你生气了？你说，我都改，好不好？他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。刚开始他咬牙不说，我哄了他好一会儿，他才抽抽噎噎说我怀了小宝宝，将来也不会爱他，说嫡母爱大姐姐，不爱他，我将来也不会爱他。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心里这么多委屈。我拉着他，和他说了我当初身份低微，和他说了和当时的太子妃是联盟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和他说了我有多爱他。我向他保证，就算弟弟妹妹出生，他在我心里也是第一位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觉得亏欠了他，我也没什么正经事做，所以对他的事格外上心。他上学了，他学什么，我也跟着看，就为了能和他多说些话，多了解他的情况。当然，为他做的事，金刚奴来的时候，也全都能照搬在金刚奴身上。因为我在闺中为了挣钱，写了些话本子，智奴看了，对我更加如沐和崇拜，所以我们关系很是亲近，对我如今学习处理政务也很有帮助。在经历了手忙脚乱的3个月后，我逐渐能独自批阅奏折，也开始正式和仁圣皇太后垂帘听政。当我看见内阁首辅时，愣住了。他穿着一身合体的深蓝官服，面如冠玉，举止庄重沉稳，然后跪倒在我面前。不是徐延清，又是谁？进入东宫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过他的消息，我也没主动打听过。当时的太子在意我时，偶尔也拿他来酸我几句。我心里不耻他，但还是嘴上说徐延清比不上他分毫。可是太子哪里能和徐延清比？太子不过大我们几岁而已，但因为早年纵情声色，好好的身体被糟蹋得不成样子。俊美的脸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蜡黄枯瘦，眼睛下面有巨大的黑眼圈，眼睛也常年有红血丝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那天在谢家，是他故意让下人在我面前说他那里有赏赐可以领。他早就想要我进东宫。第1次在京城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至少也是谢家的女儿，所以他不好再做什么。第2次他去谢家，又被我的美色勾得心痒难耐，知道我爱金银珠宝，就故意诱骗我上当。如此卑鄙，他作为太子，作为皇帝，别的大的缺点没有，但唯独好声色这一件做到了极致。他那个所谓的真爱，也就持续了几个月而已。后来还不是被年轻漂亮的女子勾得连真爱的脸都忘了。如今快30的徐延清，好像一朵开得正艳的花，等着人去采摘。正式结束，智奴已经困了，太监背着他回去睡觉。仁圣皇太后也回了宫。我坐在帘子后，温声问道：这些年你还好吗？回太后，微臣一切都好。他恭敬道：臣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太后一切安好。我红了眼眶，想起我曾经也是个豆蔻少女，会为了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羞得面红耳赤。他是这个世界上真的爱过我的男人。我的爹不爱我，死去的皇上更不爱我，我的2个儿子还不算男人。他小心翼翼地抬头看我一眼，又垂下眼睛。如今太后已经稳坐高位，可高枕无忧了。徐延清是首辅，他实际处理的政务最多，他又最年轻，我简直不敢想象他是怎么年纪轻轻就爬到了首辅的位置。但之前我学习处理政务都是一目十行，
能尽快完成就尽快完成。但现在，4个顾命大臣和我们2宫皇太后还有皇帝都在一个宫殿批阅奏折，其他3个大臣老的老，懒的懒，病的病。仁圣皇太后更愿意陪着公主，公主也快出嫁了。智奴小，熬不住就要睡觉。我和徐延清则处理政务慢悠悠的，我们时不时一起讨论该如何处理棘手的事务，时不时痛骂不知所云尸位素餐的官员，时不时一起吃个饭。有时候我走路都是轻快的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变成了那个少女，只是之前的未来是迷茫的，现在也是位高权重的。我看着镜子里自己年轻美丽的容颜，想着徐延清说他一直没有成亲，红了脸。母后想到何事如此开心。智奴牵着金刚奴的手从门外进来，他手里抱着一个蹴鞠。我笑着转身，蹲下身，抱着他们俩，温柔道：母后想到你们2个小宝贝，开心的笑了。智奴有些羞涩，道：母后说话要庄重些。被夫子听到，要说的。他夫子是个50岁的老学究，他有点怕被罚。我怜悯地摸摸他的小脑袋，累了就来娘这里，娘给你做好吃的。我有时候还是喜欢自称是他们的娘，我感觉这样亲切些。我还保留着偶尔给他们做饭的习惯。还是那句话，之前除了讨好死去的皇帝，没别的事可做。连死去的皇帝我都能费力讨好，自己生的孩子自然要百倍千倍的疼爱。我问，你们俩干嘛呢？今天休沐，不用上朝，不用批奏折。智奴置气道，首辅大人说陪我们玩蹴鞠。母后，一起去吗？金刚奴也拉着我，母后，走。我跟着他们走，道，去叫你仁圣母后一起。我们去仁圣皇太后的宫里，她正在陪长公主绣嫁妆，不去玩蹴鞠。徐延清今天穿了骑射服，一个蹴鞠球，我们4个还叫了几个宫女太监一起玩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。2个儿子很高兴，因为我们都不故意让着他们。平时他们和宫女太监玩，太监宫女不敢赢，他们就觉得没意思。玩了快1个时辰，2个孩子脸蛋红扑扑的，还出了汗。下人赶紧带着他们去擦干换衣服。2个孩子说一会儿一起吃午饭，让徐延清别走。他们倒是很喜欢他，毕竟徐延清愿意陪他们玩。虽然平时教导智奴政务也有些严肃，但他在严肃后会跪在地上对皇帝说，皇上，臣刚刚态度有些僵硬，您上来，臣给您当马骑。智奴还没骑过人的肩膀，他很喜欢被驮着，居高临下的看这个世界。徐延清对他又是严厉又是讨好，他很喜欢徐延清。有时候我觉得智奴把徐延清当爹了，毕竟他死去的父皇除了处理政务都睡在美人堆里，对他们这群孩子可没半点在意。而徐延清会和他掏心掏肺的讲道理，会做小伏低逗他开心。智奴和金刚奴和我住一个宫殿，这是智奴登基后仁圣皇太后允许的，他还是在我之上。只是儿子说的，他会愿意卖面子给我，也愿意我们母子亲近。毕竟他想要的都得到了，他也不是真的心疼智奴，他心里只有大公主。晚上，智奴和金刚奴在我房里的榻上玩，我们3个躺一起聊天。这是智奴做皇帝以后我们才有的温馨时光，没有权利，我们就没有这种时刻。智奴看着我说，娘，我觉得首辅和你有点像。我惊讶地撑着手臂看他，问，怎么像？他盯着蚊帐，思索了一下说，你们都怕我不高兴。我笑了，道，儿子，你现在是皇帝，全天下的人都怕你不高兴。他有些羞怯，哎呀一声，说，当然不是这个。娘，你是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嘛？金刚奴有些没耐心，催道，你说啊。说半天，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。我拉过金刚奴，他真的没耐心，有点气鼓鼓的，眼睛瞪着。我抱着他哄道，好啦好啦，金刚奴，你干嘛说哥哥呢？哥哥有些害羞嘛，我们要理解啊。就像你有些急脾气，娘和哥哥是不是就很理解你？金刚奴嘟了嘟小嘴，说，好吧，对不是，智奴。
智奴翻了个白眼，爬我另一侧手臂躺着，仰着脑袋看我。他说：“娘，要是我不是皇帝，你怕不怕我生气呢？”我理所当然，当然怕呀。我可不想你生气。为什么不想我生气呢？舍不得呀。我捏捏他的小脸，你是娘生的，娘哪里舍得你生气？他有点羞涩，躲开我的目光，又认真看我，所以我说首府和你一样啊。他也是怕我生气，但不是因为我是皇帝。我感觉得到，我心里有点高兴，那是因为爱屋及乌。你是娘的孩子吗？但我不能说这话，只说那挺好的，他可能只把你当小孩，毕竟你才9岁。他喃喃道，你不说，我都要忘了。金刚奴推智奴说，智奴，你快点长大，不然娘要一直给你批奏折，都没空陪我玩。智奴脾气好，金刚奴脾气急。智奴拉着金刚奴的手，弟弟，你别急，要慢慢来。金刚奴啊呜一声，倒在被子里，我最讨厌慢慢来了。我们一起笑。第二日，我和徐延清又忙到傍晚，天色黑了，店内只剩我们俩。我放一本奏折时，有些走神，然后奏折掉地上了。我弯腰去捡，结果刚好碰到了徐延清要帮我捡奏折的手。谁也没说话，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。这双眼睛，上一次如此近距离凝视时，还是10年前。他的呼吸很轻，好像生怕扰了谁，又很急，我好像听到了谁的心跳声。他的脸在我眼里慢慢放大，他的唇触碰到我的唇，他的呼吸终于乱了，我的也是。我们急切地啃咬对方，掠夺对方的空气，想要把对方吃进自己的肚子里。等外面传来工人的脚步声，我们才如梦初醒般分开，回到位置，各自忙各自的事。死去的皇帝的勤政殿成了我们偷情的地方，但也不太方便。我很怕2个儿子知道了，会恨我们俩。我要怎么和他们解释？其实我当初是可以嫁给一个爱我的我爱的男人的，但是一切都被先皇搅乱了。他搅乱了我的人生，玩够了我，然后又开始了新的花心之路。他们可能无法理解，所以我和徐延清藏得很深。平时我们都只能亲亲摸摸，真正在一起是去行宫狩猎。智奴和金刚奴睡下以后，徐延清来了我的宫殿。我穿着红色的亵衣，他也穿着红色的亵衣。我们跪在2根红蜡烛前，虔诚的跪拜，算是成了简单的迟到了快10年的婚礼。10年后，我们在顶峰相见，有权有势，却也只能把这份感情藏在暗处，让它像酒一般，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偶然挖出来，才发现已经浓郁香醇。智奴成长这几年，我们所有人都在用心辅导他。他也争气，天资聪颖，却心态平和，还很善解人意，政务处理得有模有样。他16岁成亲，然后我和仁圣皇太后以及顾命大臣都还政给他。徐延清还是首辅，智奴依旧喜欢他。在智奴眼里，徐延清没有成亲，没有孩子，把他当儿子了。有天，16岁的智奴和13岁金刚奴一起陪我吃饭。智奴突然说：“娘，首辅最近病了。”我心里一惊，有些担忧，但面上不显。智奴说：“娘，我让首辅去温泉行宫休养，你也去吧。”我大吃一惊。智奴看着我笑，笑得了然又宽容，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。智奴说：“娘怕我不高兴。”我也怕娘不高兴。我们看着彼此，这一刻，我觉得智奴是世界上最善解人意的孩子。金刚奴还在吭哧吭哧吃饭，他现在饭量很大，一桌子菜被他扫荡完了，还吃了6碗大米饭。金刚奴察觉我们不对劲儿，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们不吃了？”智奴笑着摸他头：“你吃吧，笨弟弟。”金刚奴生气了，挥开他的手，冲我道：“娘，我没急脾气，我要他不要那么急，不急的话，可以让他去打猎。”我笑：“那你跟着娘去行宫玩？”“那我要首辅陪我练剑。”他准头不如我。好，开始期待温泉行宫的行程了。真好，他也一定很高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